望月起怒，河天上怀日，寂寥世事千女中，世千女中。因此生应出之，怀瑾道与地，红楼梦。周瑞家的跟了袭人去，带信回凤姐说，袭人之母夜已停床，不能回来。凤姐一面回了王夫人，一面派人取了她的铺盖妆奁。晴雯、麝月送去之后，怡红院气氛阴沉。你今儿别装小姐了，我劝你呀，也动一动。花大奶奶刚走，你就这般。等你们都去尽了，我再动也不迟。有你们在一日，我且受用一日。姐姐，我铺床，你把那穿衣镜的套子放下来，上头的华子划上。你的身量比我高些。刚做暖和了，你又来闹。划好了，你们暖和吧。终究是暖和不成的。我又想起来，汤婆子还没拿呢。他素日又不要那汤婆子，咱们那熏笼上暖和，比不得那屋里抗冷。今儿可以不用。那好吧。这个话，你们都在那上头睡了，我这儿又没个人，怪害怕的，这一夜也睡不着。我是睡在那里头的。麝月，来，你就睡在他外边吧。你大黑天的，看我打你的嘴！他要打我的嘴！你拦着他干嘛呀？别追我！别跑！别追我了！别跑！饶了我吧！说话间，天已二更。麝月早已放下帐帘幔，移灯烛香，服侍宝玉卧下，二人方睡。晴雯自在熏笼上，麝月便在暖阁外边睡。望此温柔和顺，空云似桂柔兰，看弦有力袭人，有袭人，风袭人，袭人，袭人，谁知公子袭人，袭人，袭人，袭人。袭人，袭人，袭人，连我都醒了，这睡手旁边的还不知道呢。真是个听死尸的。他叫袭人，与我什么相干？还不快去！二爷这是要什么？二爷，没什么，不过是想吃口茶。披上我的衣服再去吧，小心冷着。宝玉自己也醒了，方想起袭人不在家，知道自己刚是发梦，也好笑起来。见麝月穿的单薄，
慌忙掩饰，扯了自己的貂皮满尽暖袄，让他披上。好妹子，也赏我一口喝吧。越发上脸了。好妹妹啦，明儿你别动，我服侍你一夜，如何？你们两个先别睡，说着话，我出去走走就回来。外头可有个鬼等着你呢。外头自然有大月亮的，我们说话你只管去。麝月便开了后门，揭开毡帘一看，果然好月色。晴雯等他出去，便欲吓他玩耍。仗着素日比别人气壮，不畏寒冷，也不披衣，看冻着，只穿着小玩的袄，便蹑手蹑脚地下了熏笼，随后出来。麝月，请问他出去了，小心他吓着你。我哪里吓死他了？骗你惯会这歇歇遮遮老叛相的。倒不为吓坏了他，头一则冻着你也不好，二则他不防，不免一喊。若是吓醒了别人，不说咱们是玩意儿，却说袭人刚走了一夜，你们就见神见鬼的。快把我的被子掖一掖。哟，好冷的手啊！我说看冻了吧？哎呀，快进美屋里来捂一捂吧。进来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那黑影子里山石的后头，只见一个人蹲着，我才要叫喊，原来啊是那个大锦鸡。见了人一飞，飞到亮处来，我才看真了。若冒冒失失一仰，都闹起人来。哎，晴雯出去我怎么没见？一定是要去吓我。嘿，这不是他呀，他在这里捂着呢。我若不是叫得快，他还真吓你一跳呢。用不着我吓他，这小蹄子已经自怪自惊了。哎，你就这么跑街马似的，打扮得伶伶俐俐的出去了不成？可不就这么去了吗？你死不捡好日子，你呀不出去站一站，把皮肤冻破了你的。晴雯因方才一冷，如今又一暖，不觉地打了2个喷嚏。你看如何？到底伤了风了吧？他早起就晚不受用，一夜也没吃饭，这会儿还不保养些，还要捉弄人。明儿病了，叫他自作自受。头上可热？不相干，哪里这么娇嫩起来？难怪人说身子热不可被风吹，这一冷果然厉害。姑娘们睡吧，明儿早再说吧。咱们别闹了，又是他们说话了。睡吧睡吧。至次日起来，晴雯果然鼻塞声重，懒怠动弹。看吧，果不然是病了。快不要声张，太太知道了，又叫你搬了家去养息。
这家虽然好，到底冷些，不如在这里。你就在这里躺着，我叫人给你请了大夫，悄悄地从后门进来给你瞧瞧就是了。虽如此说，你到底要告诉大奶奶一声，不然一时大夫来了，人问起来怎么说呢？我去吧。嬷嬷，嬷嬷，哎，你去回大奶奶，就说晴雯白冷着了些，不是什么大病。这袭人不在家，她要回去养病，我这儿就更没人了。你去传一个大夫，悄悄地从后门进来瞧瞧，别告诉太太啊。回二爷，大奶奶知道了，说若是吃2副药好了便罢，若要不好时还是出去为是。如今时气不好，恐沾带了别人事小，姑娘们的身子要紧的。谁说我得了瘟病了？只怕过了人。我离了这里，看你们一辈子都不头疼脑热的。别生气，别生气，这也是他的责任。唯恐太太知道了，说他的不是，白说了这一句。这素汐好生气，如今肝火自然上了。大夫来了。大夫，您这边请。是什么症状啊？小姐的症是外感内滞，今日时气不好，竟算是个小伤寒。幸亏是小姐素日饮食有限，风寒也不大，不过是血气元弱，偶然沾带了些，吃2剂药疏散疏散就好了。该死，该死！他拿着女孩们像我们一样的治，如何使得？凭他有什么内治？这枳实麻黄如何禁得？是谁请他来的？打发他出去，再请个熟的来。二爷息怒，用药好不好，我们不知道这理儿。如今叫小厮们再去请王太医去，倒容易。只是这个大夫又不是告诉总管房请的，这叫马钱还是要给他的。给他多少？少了不好看，也得1两银子，才是我们这门户的理儿。那王太医来了，给他多少啊？王太医和张太医每常来了，也并没个给钱的。不过每年4节大趸送礼，那是一定的年例。这人新来了一次，须得给他1两银子去。水月，快去取1两银子，给他吧。华大奶奶还不知搁在哪里呢？我常看见他在楼店的小柜子里取钱，我和你去找。哪是1两的星啊？你问我，有趣，你倒成了才来的了。你就捡那大块的，给他1块就是了，又不是做买卖，算这些做什么？这块怕是1两了，您可多些好，别少了，叫那穷小子笑话。不说咱们不识等子，倒说咱们诚心小气似的。那是1块5两的锭子，加了半边儿，这块至少还有2两呢。这会儿又没个加减。姑娘收了这块，再捡1块小的吧。谁又找去？多了些，你拿去吧。你叫明英，再请王大夫来一趟就是了。一时
明烟果然请了王太医来，诊了脉，又叫老婆子取了药来，一面命人煨上，又嘱咐麝月打点东西，遣老妈妈去看袭人，劝她少哭。一一妥当，方过前边来贾母、王夫人处问安吃饭。正值凤姐和贾母、王夫人商议，不如以后大嫂子带姑娘们进园子里吃饭也是一样的。等天长暖和了，再来回的跑也不妨。这也是好主意。刮风下雪也变异，吃些东西受了冷气也不好。空心走来一肚子冷风，压上些东西也不好。不如后园门里头的5间大房子，横竖有女人们上夜的，挑2个厨子女人在那里，单给她姊妹们弄饭。新鲜菜蔬是有份例的，在总管房里支去，或要钱，或要东西。那些野鸡、张袍，各样东西分些给他们就是了。我也正想着呢，就怕又添一个厨房，多事些。并不多事，一样的份例，这里添了，那里就减了。即便是多费些事，小姑娘们冷风肃气的，别人还可。第一，林妹妹如何经得住？就连宝兄弟也经不住，何况这位姑娘呢？正是这话了。上次我要说这话，我见你们大事太多了，如今又添出这些事来，你们固然不敢抱怨，未免想着我只顾疼这些小孙子、孙女儿们，就不体贴你们这些当家人了。你既这么说出来，更好了。大太太来了。给老太太请安，给老祖宗请安。坐吧。宝玉因记挂着晴雯袭人的事，便先回园里来。到屋中，药香满屋，一人不见。只见晴雯独卧于炕上，脸面烧得绯红。还烧着呢，别人去也就罢了，这麝月和秋纹也这么无情，都各自去了吧。秋纹是我撵他出去吃饭的，麝月是方才平儿找他出去的，2个人鬼鬼祟祟的，也不知道说些什么，必是说我生病了不出去。平儿不是那样的人，况且他并不知你病来瞧你，想来一定是来找麝月说话，偶然见你病了，怕在屋子里闹得你不得休息。你们素日又好，断不肯为这无干的事儿伤了和气啊。话是如此，只是不知他为什么忽然瞒起我了。你也不用悬心，我从那后门出去，到那窗根底下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，回来告诉你啊。那日洗手时不见了，二奶奶就不许吵嚷，出了园子即刻就吩咐园里各处的妈妈们小心查访，再不料定是你们这里的。幸而二奶奶没有在屋里，你们这里的宋妈妈去了，拿着这只镯子，说是小丫头子坠儿偷起来的，被她看见来回二奶奶的。啊？嘘。我赶忙接了镯子，想了一想，宝玉是偏在你们身上留心用意，争胜要强的，偏是他这样，偏是他的人打嘴，所以我倒忙叮咛宋妈，千万别告诉宝玉，只当没有这事儿，也别和一个人提起。第二件，老太太太太听了也生气；三则，袭人和你们也不好看。姐姐这样，我们莫不感激的。所以我只回二奶奶，只说我往大奶奶那里去的，谁知镯子退了口，丢在草根底下，雪深了没看见。今儿雪花尽了，黄澄澄的映着日头还在那里呢，我就捡了起来。
二奶奶也就信了。所以我来告诉你们，以后防着他些，别使唤他到别处去了。等袭人回来，你们商议着，变个法子打发他出去就完了。这小娼妇也见过些东西，怎么这么眼皮子浅？哎，你也先别告诉别人。晴雯那蹄子是块爆炭，他要是知道了，他是忍不住的，一时气了，或打或骂，依旧嚷出来不好。所以我只告诉你留心就是了。是。宝玉听了，又喜又气又叹。喜的是平儿竟能体贴自己，气的是坠儿小妾，叹的是坠儿那样一个伶俐人做出这丑事来。因而回至房中，把平儿之话一长一短告诉了晴雯。他说：“你是个要强的，如今病着，听了这话越发要添病。”晴雯听了，果然气得峨眉倒蹙，凤眼圆睁。你容易动怒，况又在病中，才不告诉你的。你且把那个小蹄子给我叫过来。你又管这起子事儿做什么？你这么一喊，岂不辜负了平儿对你我之心了？不如领他这个情，过后再打发就完了。话虽如此，只是这口气如何咽下？哎呀，什么气不气的？你只好好养病就是了啊！虽这样，等我明儿好了，定饶不了那个小娼妇。麝月，至晚间，晴雯又服了2回药，虽有些汗，但未见药效，又发起烧来。你快点啊！头疼鼻塞，病更加重了。正是，月杏儿用西洋药治一治，只怕就好了。你去二奶奶那儿要去，就说我说了，姐姐那儿常有西洋贴头疼的膏子药，叫做伊芙娜，找寻点儿。快休息，走了气就不好了。啊！了不得，好爽快！快拿些纸来给我。哎，如何啊？果真痛快了些，真是太要孩糖。麝月去了半日，果然拿了半截来，便去找了一块牛皮直角，绞了2块指顶大的圆柿，将那药烤合了，用簪挺摊上。病得蓬头鬼样，如今贴了这个都俏皮了。呸！哦，对了，二奶奶说了，后日是舅老爷的生日，太太说了叫你也去呢。后穿什么衣裳，明晚上打点齐备了，省得后早起费手。什么顺手就是什么吧，一年闹生日也闹不清。您且养着，我出去逛逛啊。宝玉忙了一日，自觉憋闷，径自出了院门。忽见宝琴的小丫鬟小婆说他们的2个姑娘都在林姑娘房里呢。宝玉听了，便也往潇湘馆来。然后我那个丫鬟就这样，左手拿到针，右手就往里插。又来了一个，可没了你的做处了。冯姐可说了一句话，什么话呀？我呀，迟来了一步。哎，宝哥哥来了，宝哥哥好。好一幅东归极艳图啊！紫娟，让二爷坐在我那张灰鼠椅搭子的椅子上。知道了。好花啊！这屋子越发暖，这花香的就越清香。哎，这花昨日怎么没见啊？这个是你家大总管赖大婶子送薛二姑娘的，2盆腊梅，2盆水仙。她送了我1盆水仙，送了焦丫头1盆腊梅。我原不想要的，又恐辜负了她的心。你若要，我转送你如何？我屋里啊也有2盆，
只是不及你这个，亲妹妹送你的，你又转送人，这个断使不得。我一日要吊子不离火，竟是药陪着呢，哪里还搁得住花香来熏？越发弱了。况且我这一屋子的药香味儿，反把这花香给搅坏了。不如你把它抬了去，这花儿也清净了，没杂味来搅它。哎，我屋里也有病人煎药呢，只是你怎么知道的？这话可奇了，我原是无心的话，谁知你屋里的事儿？你不早来听说虎记，这会子来了，自惊自怪的。宝哥哥，你屋里谁病了？哦，是晴雯。请大夫瞧了吗？看过了，只是总不见好，也不知道是什么病。袭人到底多次晚回来？自然得等送了殡之后才回来呢。袭人她也怪可怜的，都走了这么久了。如今夜越发长了，你这一夜咳嗽几遍，醒几次啊？昨儿夜里好了，只嗽了2遍，却只睡了4更1个经次，就再不能睡了。再后来你也不知道。宝玉回来，看晴雯吃了药。这天晚上，宝玉便不命晴雯挪出暖阁来，自己便在晴雯外边，又命将熏笼抬至暖阁前，麝月便在熏笼上，一宿无话。哎呀，这天门牌摆得太晚了，你赢钱了吧？没赢几个子儿。都让他赢走了。还玩呢，还算呢。麝月，麝月，你该醒了。都这会子了，还没起呢，怎么回事呢？你叫人去给他准备茶水吧，我来叫醒他。丫头们现在越学越懒了，看也是。咱们叫起他来，穿好衣裳，抬过这火箱去，再叫他们进来。老嬷嬷已经说过，不让他在这屋里，怕过了病气。如今看见咱们挤在这一处，又该唠叨了。哎，你又起来做什么？有他们就够了呀。昨儿歇了一夜了，觉得好了些，也不能总躺着。你也起来吧。外面阴阴的，恐怕有雪。穿那套毡的吧。哦，你且在床上躺着，再别下地乱跑，看又着了风啊！你记得吃药，这药膏子再打发人去二奶奶那儿取啊！快去吧，小祖宗。麝月，服侍二爷梳洗。进来吧。你上那边干去，你上那边啊。站着做什么？还不做你们的去？啊，是。让他进来吧。哎，让他进来吧。二爷，快进来吧。给老祖宗请安。下雪了吗？哦，还没下呢。啊，鸳鸯，你把昨儿那件乌云豹的长衣给他拿来吧。哎，这叫做雀金呢，是俄罗斯国拿孔雀毛粘了线织的。前儿把那件野鸭子的给了你小妹妹，这件给你吧。只有这么一件呢，你可别糟蹋了。
这会子要耽误你做这个也是没有的事。哎，月亮姐姐，好看吗？先给你娘瞧瞧，再去吧。谢谢老祖宗。什么大夫，只会骗人的钱，一剂好药也不会给人吃。你太心急了。俗话说，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。又不是老君的仙丹，哪有这样灵药？你只静养几天，自然好了。慢点。这屋里越发没有做事儿的了，都哪里钻沙去了？瞧着我病了，都大胆子出去了。等我明儿个好了，才一个个揭你们的皮呢。人呢？人呢？你看看这个小蹄子啊！你不叫他还不过来呢。这里又放了月钱了，又散了果子了，你该跑在头里呀！你过来。你往前些。我不是老虎，我吃不了你。你过来。你要这爪子做什么使的？不得阵，拿不动血，你只会吐嘴吃。脸皮子又浅，爪子又轻，穿烂了！别说了，别提了。过来，才出汗，你有多死？等你病好了，你又能多打不得？你，过来！你看你，这会子闹什么呀？宋嬷嬷，叫他娘来，领他出去！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下回再也不敢了，你饶了我吧！我下回再也不敢了，你别把我撵出去。二爷要我告诉你们，说这儿他很懒，二爷当面使他，他都拨嘴拨痛的；就连先使他，他也背后骂他。今儿务必打发了他出去，明儿保二爷亲自回太太就是了。虽如此说，也等花姑娘回来知道了，再打发她吧。保二爷今儿千叮咛万嘱咐的，什么花姑娘、草姑娘的，我们自有我们的道理，你只依我们的便是了。快叫他家的人来，领他出去。这也罢了，早也去，晚也去，带了去，早清静一日。是。姑娘们怎么了？你指哪儿不对？你们只管说他，怎么就撵他出去了呢？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们怎么也得跟我们留个脸呢？这话你只去问宝玉，与我们无关。我怎么有胆子问他去？他哪件事情不是听姑娘们的调停？他纵依了，姑娘们不依，也未必重用。比如方才说话，虽说是背地里，姑娘们就直呼他的名字，在姑娘们这儿就行。这换了我们，
那不就成野人了？我就叫他名字了，你也在老太太跟前告我去，说我撒野，也撵我出去。嫂子，你只管带了人出去，有话再说。这个地方岂有你叫喊讲理的？你见谁和我们讲过理？别说嫂子你，就是赖奶奶、林大娘也得担待我们3分。便是叫名字，从小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吩咐过的。你们也知道的，为的是好养活。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当些体统差事，成年家只在3门外的混，怪不得不知道我们里头的规矩。这里可不是嫂子久站的。再一会儿不用我们说话，就有人来问你了。有什么纷争话，且带了去。你回了林大娘，叫她来找二爷说话。走。那媳妇听了口不敢言，唉声叹气，拉着坠儿抱怨而去。晴雯方才又闪了风，着了气，反觉得更不好了。翻腾至掌灯，刚安静了些，只见宝玉回来，进门就唉声跺脚。麝月，今儿个老太太欢欢喜喜的给了我这个褂子，谁知我不防在这后襟上烧了个大口子。幸而天晚了，老太太和太太都没在意，但说明儿好像是个正经日子，还让穿着这个去呢，这可怎么好啊？这必定是炉子里的火蹦上了，这不值什么，赶着叫人悄悄拿出去，叫个能干织补匠人织上就是了。这也是了，可是你千万别让老太太和太太知道啊！关二爷不但能干回补的匠人，就连裁缝、绣匠，并做女工的问了都不认识这是什么，都不敢揽。你们去吧。二爷，刚才一个嬷嬷来传话，太太说了，叫明天一起早早的过舅老爷那边去。您老太太也去，让二爷就穿老太太今儿给的什么雀金裘过去，大家欢喜欢喜。晚上把衣裳准备好，早点睡。我怕他看见，就说二爷出去了，没让他进来。他让我先跟姐姐们说一声呢，这可怎么好？罢了罢了，你回太太去，只说我今天出去着了些凉病，明儿万万不能去了。你还不快去？秋文，你就去告诉那嬷嬷，说二爷他明儿一早就去，让太太放心。去吧，老太太都要去，你少不得是要去的。莫地白眉赤眼的让他们悬心，岂不又是一番事故？况且前儿袭人走的时候，太太刚吩咐过，让我们小心伺候。现在岂不又疑心？可是这……好了好了，拿来给我瞧瞧吧。去穿就罢了，这会子又着急。这话说得倒好，这是用孔雀金线织的，咱们这个用孔雀金线像接线似的，接密了，还可混得过去。孔雀线是现成的，但这屋里除了你，还有谁会接线呢？说不得。我正命罢了，这可如何使得？才好了些，如何做得活啊？不用你，
谢谢哲哲的，我自知道。麝月，念线去吧。哎。给。这虽不像，但若补上，也不会很咸。这就很好了，哪里去找俄罗斯的裁缝去啊？晴雯先将李子拆开，用茶杯大的一个竹弓钉牢在背面，再将破口四边用金刀刮得散松松的，然后用针刃了2条，分出经纬，一如界限之法，先界出弟子后，依本一之文来回织帛。叮嘱明儿别误了，正经日子让穿戴好了去呢。快去吧，快去吧！是。你去拿一件灰鼠斗篷，与他披上。围观的家业凋零，富贵的金银散尽。有闻的死里逃生，无情的分明报应。
人相报，是非情，分离聚合，皆签订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看破的遁入空门，痴迷的枉送了性命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好一丝是金鸟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，真干净。